嘿，大家好，我是yohan，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又来开箱一台 Intel E5认证，使用12代 i5-1240P 处理器的轻薄本，是戴尔的灵越13 Pro。就在前不久，我们刚刚开箱和试玩了一台Acer 红旗的非凡 S3 笔记本电脑它同样是有着 E5认证，同样是使用了12代的 P 系列 i5 处理器。作为一台轻薄便携的办公本来说那台机器我觉得是 OK 的，并且性价比也还可以，但是它有着2个瑕疵点。第一个是它的 PLE 功耗强工作状态有一点怪怪的，可能是出于续航的考虑，对性能释放做了比较大的限制。第二个就是它搭配的内存是 LPDDR4X并没有用上最新的 DDR5，这2个问题加在一起，就让我觉得没能看到真正的满血的 1240P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刚好我又在百亿补贴上面刷到了一台高性价比的轻薄本，是戴尔的灵越13 Pro， 价格只要4400。这台笔记本的配置有很多地方和前面那一台非凡 S3 是比较相近的，它同样也是 i5-1240P 的处理器，16GB 的内存，512GB 的固态，以及2个雷电4的接口，然后同样有 E5认证，重量也是1.25公斤，电池容量也差不多。不过它这16GB 内存是 LPDDR5 插的，同时它的商品详情页里面清楚的写着，整机的性能释放是35瓦。那么在这台机器上面，我就有机会看到发挥的比较好的 1240P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了。另外，它的屏幕还是16:10的，对办公看文档会更友好一点。以及它的名字里面有个 Pro， 听上去好像就更高大上一些。关于 Pro 这个后缀的问题，这台机器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各大电商页面上它都是写的灵越13 Pro， 我的购买页面上面也是写有 Pro 的，但是官网又没有 Pro 字样，只有灵越13。明明型号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看来看去都没发现哪里不同。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指5320-1608这台机器就行了。基本介绍完了，其他大家看一下参数表吧。我们来开箱。包装同样没啥好看的，标签上面同样看不出配置，现在都流行这样的了吗？开箱，不管了。一打开就能看到这个充电器，这个形状有点意思。纸壳这个看起来更环保一点。3包凭证，安全和管制信息，超级简单的没人看的说明书，没有了。把本体拿出来看一下。戴尔，这个可以单手。好，来插电，开机。每台新笔记本第一次开机好像都要这么久。好，激活。激活过程中，后台更新的时候还是能听到风扇声。这台机器居然不能用本地的账号的吗？行吧，也是有指纹识别的。预装应用主要是一些戴尔官方的以及驱动什么的，还有一个麦卡菲，其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机器的外观首先是 A 面。A 面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现在90%的轻薄办公本 A 面都是银色铝合金磨砂外壳，再加一个 logo。自从 MacBook Air 出来之后，现在常规的轻薄办公本外观好像越来越同质化了。灵越13 Pro 在打开上盖之后，转轴同样会下沉，将机器的下半身顶起来，并且它可以实现比较轻松的单手开启，这个要好评。不过它转轴的这个地方整条都是胶条，也就是说开启上盖之后，整一个都是脚垫。另外，它这个胶条上面布满了白色的颗粒，是擦不掉的。胶条的内部隐约也能看到有，这个莫非就是传说中的环保的回收塑料？胶条的内部还有开孔，当笔记本合盖工作的时候，虽然出风口会被挡住，但热风也不至于完全跑不出来。过来是 B 面，这个屏幕是2560×1600的，看普通的视频上下会有黑边不过看文档可以再多看几行。对于办公定位的机器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屏幕和非凡 S3 类似，左右是窄边框，上面有摄像头，但也不算很宽。下面的边框在下沉之后也是比较窄的。这块屏幕的最大亮度也是300尼特，中规中矩，同样是室内够用，室外的话大太阳可能差点。色域覆盖为96.5%的 sRGB， 色准方面出厂时最大调1为 4.88， 平均 2.33， 一般也是没有做出厂校色。校准后最大调2.65， 平均 0.54， 还可以。屏幕同样是全程 DC 调光，没错。
在最大亮度下，这块屏幕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不到10毫秒，比非凡 S3的屏幕要好上一些。灵越13 Pro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是，它的摄像头是带有物理防偷窥的，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塑料盖板，打开之后摄像头就会被完全的挡住。虽然说现在轻薄办公本的外观同质化比较严重，但是灵越13 Pro 这台的下半身，我觉得还是比非凡 S3要稍微好看那么一点。键盘用了灰色，没有黑色那么烂大街，但也没有银色喷漆那么塑料感。键盘的左右基本上是到机身的边缘，然后下半身做了一个梯形，有一点棱角的设计啊，整体看上去是要精致那么一点。但是它这个 C 面啊有一点软，我甚至都感觉可能有一点影响到打字的手感了。重量差不多的非凡 S3 这个 C 面的强度要好上不少。这个键盘也是不太脆的那种，压力克数我感觉轻了一丢丢，所以按键的反馈和回弹也会弱一点。好处可能是打字时间久了，相对没那么容易累吧。啊，当然这些键盘都是剪刀脚加胶碗，大差不差那种。电源键也是有指纹识别的，然后位置也是有点尴尬，打字时不小心按到它还是会锁屏，也是要自己到系统里面去调一下。方向键整体做的比较长，可以看到左右键比常规按键是要长出来一些的，然后上下键也是做的比较长，但还是中分。这个键盘同样是2档背光，不过2档之间的差距不是很明显。还有就是它的散热出风口有好好的藏在转轴里面，正常角度下不太容易看得到。触握板同样是松松垮垮的2段式，莫非是同一家供应商出的货？不过灵越13 Pro 的这一块按到底要求的力度没有这么大，手感相对清脆一点，还算是好接受一些。这个应该不会也是个例吧？C 面剩下的就是几个标签了 ，Intel 的以我认证，之前的视频已经介绍过了，莱茵的低蓝光认证，扫码激活保修的2维码，以及 LPDDR5 内存的标签。地面比上次那台还要简单，大面积的散热进风孔，2个小小的喇叭出声孔，螺丝、脚垫啊，剩下的就是标签和认证什么的了。机身接口方面，灵越13 Pro 要稍微精简一点，左侧2个雷电4，一个 HDMI。机身的右侧一个 USB 3.2 Type A 5G 接口，一个3.5毫米音频接口就没有了。这个 USB 接口上面有标明速度好评，并且并不是机身薄一点啊就做不了 A 口的。合盖之后，灵越13 Pro 整机的厚度比非凡 S3 要稍微薄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对体验的影响应该不大。充电器同样是 Type C 接口，65瓦 PD 协议的，就是体积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还多带了一根电饭锅线。不过出差的时候我肯定不带它，因为我自己有多口的氮化镓大瓦数充电器，可以连手机一起充啊，所以这个就无所谓了。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内部和性能的部分了。CPU 是 i5-1240P， 和上次的非凡 S3 是一样的，上次已经介绍过了，主要就是看性能释放策略有没有什么不同。内存则和非凡 S3 的不同是 LPDDR5X， 和台日机的 D5 情况类似，低压版的 D5 它同样也是频率有所增加，但对应的时序也跟着上来了。不过 LPDDR4X 本身也是低功耗、高带宽、高延迟的设计，非凡 S3 的内存频率也上到4400了，所以2台笔记本的内存性能其实差别不大。灵越13 Pro 这边带宽加得不多，对应的延迟也只高了10%这样。说起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玩到 LPDDR5X 加核显的笔记本。刚好2台机器除了内存之外，配置基本相当。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核显性能受到了多少内存的影响。另外，内存这里戴尔官网和上面介绍图都写的 LPDDR5。配置表格上面却写的是 LPDDR5X， 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现在的软件都读不出内存参数，没办法做区分。我这里就照着配置表上面的念了，如果不对，大家请去找写这个表格的人的麻烦。灵越13 Pro 的 SSD 是 BC711， 是一块 PCIe Gen 3×4 TLC 颗粒无缓存的固态硬盘，在 3.0 的盘中读写性能算是第一梯队了。进行64GB 测试时，温度最高上到64度，还过得去。这块盘缓外写入看评测是 750M，PC711 在网上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评测，这里就不花太多功夫了。接下来就是正式的 CPU 性能部分了，因为12代轻薄本的功耗策略有一点啰嗦，不止于台日这样，强烈建议先去看一下上次非凡 S3 的视频，我这里就不重复说明共通的部分了。灵越13 Pro 的性能释放同样有几个档位，可以在 MyDell 软件里面切换，就是长的位置有一点深，其中这一个极速模式是可以跑到最大性能的这个模式也可以直接用快捷键 FN+T 来开关，不用每次去开软件这么麻烦。
在 PRE 值的控制策略上，0月13默认的以优化模式，起步 PRE 也是35瓦，但保底只有16瓦，比 S3 的静音模式还要低。于是连续跑10次230时，最低分只到5000多，和11代 i5 都差不多了。而且它还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刚才是26度左右室温下测的，如果是29度的室温 ，PRE 下降速度会更快，第4次就降到5000分了，导致平均分会更低。不过0月13的 PRE 恢复速度很快，跑分结束后1分钟左右就恢复到满的 PRE 值，不像非凡 S3 那样要等5分钟，也就是说应对开软件之类的突发性的高负载任务效果会更好。而如果是开到极速模式，起步是37瓦，之后10来20分钟基本上都能稳住35瓦，连续10次223的成绩非常稳定啊，不需要再去折腾什么破解了。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其实0月13的功耗策略可能更贴近用户需要啊。平常简单的办公的时候，功耗低一点，减少发热和噪音，然后有游戏等高性能需求的时候，也可以方便的切换到一个高性能释放的状态。基于和上次相同的理由，这一次的性能跑分同样会在2个模式下进行，一个是代表机器默认性能的已优化模式，另外一个就是代表满血状态的极速模式。每个项目开跑前也会稍等一下，让它从满的 PRE 状态开始。那么正式开始报成绩，首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Cinebench， 不管是220还是223，单核还是多核，两台12代轻薄本的得分都基本相当，默认设置下差不多，满血模式下也是差不多。整体看下来，0月13 Pro 算是略输一丝丝，就是差距少到可以算作误差，反正比11代都强很多。另外，0月13的满血模式是原生自带的，不像非凡 S3 的是禁用 DTT 搞出来的，更安全，切换起来也更省事一点。固然是 V-Ray 5渲染测试和 Cinebench 中的表现差不多，0月13 Pro 整体还是略输非凡 S3 一点点。3D Mark 物理分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了。3D Mark 整个测试项目比较长，非凡 S3 这边过了真男人事件之后，比较长时间都保持在起不来的状态，两个模式得分差距较大。而0月13 Pro 的恢复速度比较快，所以可以看到默认模式分数也没有怎么掉。再过来的 W Prime 项目又变成非凡 S3 的优势大点，而且是能看出来不是误差的那种，这里已经是调整过软件调度优先级的状态了。而在 Crossmark 中，非凡 S3 的优势还更大一些，默认模式有优势我都还可以理解。比较神奇的是满血模式，大家 PRE 都是35瓦的情况下，还是非凡 S3 的分数比较高。后来我想起来，0月13 Pro 在IDA64里面显示的 PR2 短时锐频是43瓦，而非凡 S3 的 PR2 是64瓦。这样在撞到温度墙之前的最开头的时间里，非凡 S3 的性能要高不少，所以对于跑起来比较快的项目，非凡 S3 的表现会好一些。任务耗时越长 ，PR2 的影响就越小，这应该也能解释为什么在 Cinebench 和 V-Ray 这些耗时较长的项目中，非凡 S3 只是强了一点点。非凡 S3 这个 PR2 设置放到日常使用中，就是电脑的响应可能会快一点，缺点就是有一点小任务发生 ，CPU 升温快，风扇可能就会呼呼呼的转起来。同时，那一个5分钟的冷静时间，搞不好也是因为 PR2 撞温度墙导致的。然后是核显的测试，在 3D Mark 中应该还是因为前面的 PR2 的原因，非凡 S3 还是略强一点，所以想看 LPDDR 5x对核显性能的影响，还是得看实际的游戏测试。第一个游戏是 Dota 2，同样35瓦功率的情况下，0月13 Pro 这边帧数高了3到5帧这样，而默认模式下因为只有16瓦的 PR1 保底，导致帧数比11代的还惨啊！你真的想拿它玩游戏时，还是插电开一下极速模式吧。以及仔细看的话，会发现35瓦状态下，两台笔记本的显卡占用都没有满。0月13 Pro 之所以帧数更多，是因为 CPU 的频率高了，看来是功率分配策略的差异导致的帧数差别，而不是内存的原因。于是我们手动调高画质，让显卡尽量吃满，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两台机器的帧数都是基本一样的，只有后面打团的时候，0月13 Pro 这边能多几帧。不过从 GPUZ 的读数里面也能看到，0月13 Pro 这边的核显功率更低的同时，频率更高，所以实在不好说这些提升是不是核显体制差异导致的。第二款游戏是古墓11，满血模式下两台12代轻薄本的帧数统计一致，看来核显性能的上限不是加大显存带宽就能解决的。第三款游戏是 CSGO， 在 1080p 低画质下，同样35瓦的0月13 Pro 比非凡 S3 高了10帧这样。为了确定这个差距是不是出在核显身上，我们又多跑了一个高画质的测试，结果是1帧的差别，是 LPDDR4 的非凡 S3 那边高了1帧。本来0月13 Pro 上面的 LPDDR5 或者5x 也是初期的低频率版本，实测带宽提升也没有很多，看来至少在轻薄本上面，内存对核显性能的影响远没有功耗强的影响大。性能测完，接下来烤一下机，看看散热表现。默认模式下 FPU 加甜甜圈双烤20分钟 ，CPU 只有60度，非常凉快。
毕竟长时功率锁到16瓦，想不凉快都不行。这个时候人为噪音只有40分贝吹点，和非凡 S3 默认模式下一致，相对于游戏本来说还是相当静音的。但是机身的温度比较高 ，WASD 位置都超过40度了，机身的散热表现不如非凡 S3。非凡 S3 CPU 20多瓦功耗，同样噪音40分贝的情况下 ，WASD 位置只有37、8度，可能和灵越13 Pro 机身更薄、体积更小，以及非凡 S3 转轴上那一个张扬的散热孔有关。然后我们开到极速模式，确实双烤20分钟都能稳住35瓦 ，CPU 温度在90左右，可以接受的范围。只不过和非凡 S3 禁用 DTT 后一样，机身温度上升了不少，转轴接近60度，背后散热孔位置更是超过60了，而且 WASD 位置旁边的金属壳能上到50多，轻薄本的按键键程比较短 ，C 壳还是比较容易碰到的，长时间使用要小心低温烫伤。而且开了极速模式之后，灵越13 Pro 的噪音上到了45分贝，不像非凡 S3 跑35瓦时也只有40分贝，而且非凡 S3 WASD 位置更凉快。于是我们用了从隔壁 S Plus Tech 老师那里学来的瓶盖大法，在笔记本底下塞点东西，给它垫高起来，增加底部的空气流通。再来一次20分钟双烤 ，CPU 温度明显下降了不少，至少低了有5度以上。噪音就还是45分贝，没有什么变化。机身温度好像也只比之前低了1-2度。真的想拿这台机器满功率释放打游戏的同学，还是买一个底下带风扇的支架吧。最后是 PC Mark 时续航测试，可能是以我认证的原因，两台笔记本的2种模式下续航都可以认为是一样的。就算按照大众的说法 ，PC Mark 时的成绩要折半算，这两台笔记本不插电进行半天半工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又来到轻松愉快的拆解时刻了，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水平。螺丝是10字的好评，家里面有10字螺丝刀的概率肯定比6角的要高上一些。转轴左右两边这2颗螺丝拧到尽头之后，会将后盖顶起来一些啊。它这个意思莫非是说我可以直接拿手抠？那就来试一下吧。是比较困难的，还是拿吸盘呢？来人上吸盘。哦，这个比较好拆。四周的卡扣，没有看到有掉的，然后这个后盖还是好像纸一样薄。打开底盖之后，第一眼就又看到了这个打鞋装的 WiFi 无线网卡，然后它这个天线，好像又是走到了机身下半身的前端。就他妈的，它这个底盖好像整个都是塑料的。那么还是从下往上看，最底部的这2个是喇叭，感觉比常规轻薄本的尺寸上要大上一些。这2个黑黑的应该就是 WiFi 和蓝牙的天线。电池容量54瓦时，我没有看到有标明是由谁代工生产。这块电池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开了一道槽，电源的输出接口在远离主板的下方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无线网卡还是支持 WiFi 6E 的 AX211，上次那一张 Killer 网卡其实也是基于211的。然后我们撕掉这一大块的贴纸，看一看主板。这边东西大家如果知道淘宝哪里有卖，麻烦共享一下链接，谢谢。这个 SSD 的设计有一点意思，拆下来看一下。它是给海力士的一个单芯片的小固态，加了一个延长支架，转接成2280的来用。拆硬盘之前我忘记关机了，它好像是自动出错重启，然后报错了。内存在主板的背面，不过 LPDDR 这种都是焊死的，你没有 BGA 焊台基本动不了，也就无所谓了。散热器同样是双热管双风扇啊，这里就没有缺一块了。转轴的固定件做的比较的长，是不是戴尔自己也知道这个外壳有一点软呢？灵越13 Pro 这个内部，我觉得比非凡 S3 整体要更规整和精致一些，很多小地方啊，特别是这一个接口的位置都有用金属件做加固。I/O 接口的排线，还有电池的排线的接口啊，都要高大上一点，但是对应的它的外壳又差上一些啊，就瞬间让我感受到了1分钱1分货这个道理。价格和生产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了。硬盘装回去了，正常开机没坏。虽然从之前 Framework 的笔记本上面能看到，现在的笔记本拆机换硬件其实不强制要求拔电池了，但是连机都不关，确实是有那么一点不尊重人，大家千万不要学。
那么就来到总结的时候了。这段时间我们上手了2台配置非常相近的12代处理器的轻薄本，但是2个厂家的设计和调教风格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这一次上手的戴尔灵越13 Pro 整体给我的感觉是更加的精致，体积更小巧，外观更漂亮，内部细节也是比较的好，就连管理软件的界面也更好看了。整体的完成度感觉更高一点，缺点就是外壳的材质差一些，以及模具的散热能力有一点欠缺。而飞凡 S3 则是外壳材质以及散热表现更强，不过细节上感觉处理得粗糙一点，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是特别是那个奇怪的 PLE 控制，如果飞凡 S3 的 PLE 恢复速度快一点，同时搞一个原生的风扇转速更高的满血模式就好了。总之这2台机器该选谁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我个人的话，就可能还是会选择这一次测试的灵越13 Pro。从这2台笔记本本身的定位出发的话，它的设计更像是一台办公本，便携性更好，屏幕比例也更适合看文档。精致的外观拿出去给客户做演示，好像也更有面子一点。底盖反正他们也看不到，就是使用的时候记得稍微温柔一点。性能方面，日常办公的话，这2台应该也感觉不出太大差别。真的要玩游戏放松的时候，灵越13 Pro 开满血模式也更轻松点。反正都要注意加强散热。然后如果真的追求性能，加点钱5000多就可以买到标压处理器，甚至带独显的笔记本了。顺带提 ，AMD 阵营的6000U 系列的轻薄本也开始上市了。不过我看了一下预定价格，至少6600U 的机器都比这2台要贵。后面找到好的机子的话，也搞一台来玩一下。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翼王，下次见，拜拜。